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变强大女孩，我是罗莎莎。最近我有一句特别喜欢的话，我好久没有遇到一句话就让我产生了特别强烈的想要来录一期播客的冲动啊。首先这句话它是这样的，他说这个世界是有福利的，放松就会被托举。不知道你们有刷到过没有？反正我看到的时候那一瞬间就感觉内心的小火苗噌的一下亮了，就好久没有一句话这么打动我了，所以我也把它当做了这一期播客的标题，然后想要借这句话作为一个引子吧，来跟你们聊一聊我发现这个世界有福利的第4年，也是我向我的生命完全臣服的第4年，我的一些奇妙经历和发自内心的感受吧。那确实我在27岁以前吧，真的没有感觉到这个世界是有福利的，当然是打引号的，因为水里面才有福利嘛。如果我们是在水里面的话，你只需要放松，其实就会慢慢的漂浮起来，然后这个水流它就会带你去到任何地方，就是这种一种感觉，也就是我们讲臣服讲到的你只需要顺从生命之流。但是我真没有觉得，而且我在成长过程中也没有人特别跟我强调这件事情，说你可以放松，你可以去臣服于生活当中的那种力量，你只用做好你自己需要做的那些事情，不需要过度的努力或者是去抓紧去控制一切，没有人跟我讲这个东西。所以我在过去的每一个人生阶段，我觉得我都是用尽了10分的努力去做每一件事情，我的整个状态是相当不放松的，我没有臣服的概念，我只有去掌控，去拼命的努力竞争，去抓紧自己需要的一切。我也不知道我需不需要，我可能看到什么都觉得自己需要，这样一种状态去过我的人生的。这样回忆起来的话，我觉得我在27岁以前，我的脑子里，我的身体里好像有无数根被绷得非常紧的弦，不管是学习工作，包括后来创业，还有各种的人际关系我都会觉得蛮费力的，不是那么轻松，一点都不轻松。我必须耗费自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维持。那我就想举一个小的例子，让你们可以很形象的感受一下我曾经是一个多么紧绷的人。现在的我已经是以前的我大概只剩30%或者40%左右的紧绷状态了，就是已经卸掉了很大一部分的焦虑、恐惧、压力。但是我现在做事还是一个什么状态就是上一周要跟一个客户做一个简单的对接，我们其实已经准备好了很详细的一个方案，那需要就这个方案给他简单的说明一下。然后那个下午的时候，我们是晚上要对接，所以下午的时候我就跟我的小伙伴说我正在做什么我正在做这个说明的逐字稿。然后我的这个小伙伴他是一个00后，反正我接触到的00后都还蛮稍微的没有我们90后这么紧绷吧，所以他就特别的惊讶，就说这个还需要逐字稿吗？然后他整个人就是一种很松弛的状态，就觉得他的那个部分他直接去说就行了。然后所以我就会觉得我是不是有点太，其实我的内心倒没有那种像以前一样觉得会患得患失，很紧张，害怕自己做不好害怕失去这个客户，然后失去这个机会，就真没有这么紧张的一种心理状态。但是我的行为上好像还是留下了一种明显的后遗症，就是觉得我做什么事情好像都应该尽我所能，尽我所有的努力，把我能做的都去给他做了，就有点完美主义。但其实
你们说吧，这个逐字稿到底有没有必要？其实是没有什么必要的，因为我们已经准备得很充分了，你只需要去把你这个东西给对方讲清楚就行了，你不需要表现得完美。那我可以用这个时间去做一点我喜欢的事情，或者是单纯去休息，但是我好像不允许自己在这个节骨眼上，就是晚上要去做报告，那我的下午就一定是要全部用来去准备这个事情，好像就是一种惯性，或者是说会让我能够更加安心。反正当时是有点无意识的觉得做一个工作，我就会进入到那种过度准备、过度努力的状态当中去。那我不知道大家是一个怎么样的认知或者是状态哈，但是我从小受到的教育也好，或者接触到的周围的同龄人哈，同学、朋友、同事等等，我大部分时候看到的都是他们也在这样过度的，甚至有点用力的去做事情，他们很少会有休息或者是玩乐的状态，更多的展现在我面前的就是他们也是在拼命的学习，拼命的工作，没有给自己很多时间去休息。所以这样反馈给我的，我就会觉得，那我是不是也应该要像这样去做每一件事情，不管我做的这个事情它是否真的是很有必要、很有意义，但是我都必须用各种各样的事情把自己的时间填满，各种各样所谓的工作、学习，所谓的有用的事情来占据我的所有时间，来让我觉得我是在充分的准备的，我是在很用心的做这个事情的，那么才能够说保证这个结果尽可能的好。好像这一切这个事情的它到底怎么发生，大部分的责任都在于我，就以前那个认知会是这样的。当然我现在肯定就会觉得，其实一件事情的发生结果，我在其中只占一个很小的部分，更多的是有一个更大的力量在安排这一切，以及还有很多的人和事情在共同来完成这件事情。但以前的我不会觉得，所以我会尽可能的，不管是脑力上的、体力上的时间上的，我都尽可能的把自己想要去交付出去，把我能够掏出来的都掏出去。那么这个结果，这个事情它最后会是什么样子，我可能就会稍微少一点的内疚也好，负罪感也好，或者心理的负担也好。现在想起来，我以前做很多事情背后的一个推动力，一个底层的逻辑都会觉得说我要负责很多，没有人可以帮我，可以为我托底，那我就必须尽可能的去控制好一切，去付出我能付出的所有，保证这个结果很好。所以这个就让我想到了最近有看到的一个词语，就是说休息羞耻症。对，这个是我在最近看一个脱口秀，就是张俊他在讲他最近要出去留学了，然后他这个出去想要留学的这个愿望呢，是来源于他一直想要去外面看看这个世界。他就跟他的一个外国朋友讲到他的这个愿望，说我想要出去看看这个世界。但那个外国朋友听到了之后就说，可以啊，你可以直接去纽约旅居，因为他说的他想要去美国嘛。张俊听到他的这个朋友说的话之后，就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就觉得哇，你这个词语就是很白人，很不像我们中国人讲的话，就是我们的词汇里面其实没有一个跟纯玩、纯休息有关的一个词汇库。对，所以说旅居什么 gap year 这种就是完全是外来词汇。他那句话我觉得还挺经典，很到位，说的就是说纯玩我们会有罪恶感，因为从小我们被教育的就是你太快乐就会倒霉的。所以他最近他终于能够去看世界了，也是去外面读研。然后这个也让我联想到最近在跟我的一个弟弟聊天的时候，就聊一些规划什么的嘛，他也是说他想要出去看看这个世界，然后我们就聊嘛，
我就回忆起我们聊的这个过程，其实我们聊到了他可以去港大读个研究生，因为就1年的时间嘛，又不用读那么长的时间，然后因为他主要的目的就是想要出去探索探索，看看这个世界。那我觉得说这种短时间的研究生就挺好的。或者是呢，如果你不想读研，或者觉得这个过程比较麻烦，你就是真的是单纯想看世界的话，可以去日本之类的你喜欢的国家读一个语言班。对，就是你报个语言班，你就可以得到签证，然后你就可以去看看外面这个世界，顺便你还可以学一个外语。总之这个并不重要，这是我们的一个闲聊，但是我就想起我们的这个聊天当中也完全没有纯玩的部分，包括其中我们还聊到就是那要不你可以去那种有点类似，其实聊到了有点类似旅居的概念，但是我还是强行给它上了一个价值，就是说那你可以顺便把你这个过程拍下来你可以拍一个 vlog， 或者你就做一个这种记录嘛，然后你就可以当一个博主，你就可以一边玩一边把你玩的这个过程当做一个内容输出出来，说不定你可以成为一个博主。总之我觉得这是我做自媒体的一个职业惯性吧，好像觉得别人做什么都可以把它拍成视频，然后去当一个博主。当然这种建议其实是单看的话没有太大的问题，只是我回忆起来又反思了一下自己，觉得在跟他的这个整个对话过程中，好像每一个建议以及整个的思路都有点过于的功利化了，就觉得你好像去做一件事情就必须得有一点价值，或者是说能给它附加一些，附带给你的人生带来些什么，而没有真的去讨论那个所谓的纯玩的部分。其实纯玩这个感觉也是一种中式的形容词，就是你只是单纯去做那件你想做的事情，好像就等于纯玩，就不是很好听的一种感觉。但是我又会觉得其实你做一件事情只是单纯为了做这件事情本身，只是为了单纯享受这个体验，只是为了单纯感受你喜欢的这件事情，这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不应该给他这样一种有一些好像在批判的形容。我觉得我自己未来可以更多的去给周围的人或者给你们带来这种你可以允许自己单纯的去做一件你喜欢的事情，这是没问题的，以及这可能才是人生真正的意义。那么在我27岁以前吧，其实我也不太知道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就是没有自己很清晰的一个定义，所以就会把别人的那种价值观拿来借用，就会觉得好像我生而为人就是应该去和别人比较，去不断的在外界获得更多，然后在方方面面去赢过别人，成为那个所谓的成功者，然后站在那个领奖台上，人生的领奖台上，然后告诉大家我曾经多么多么的努力，我如何获得了这一切。当我拥有了金钱也好，地位也好，或者是所谓的智慧经验，然后我才可以去享受我的人生，去做我喜欢的事情。就以前会是这样一种人生观吧。所以我以前，尤其是我做自媒体的那几年，我觉得真的是整个人越来越过度的想要控制一切。因为如果大家有做过自由职业或者做过博主哈，这件事情是一个很自由的状态，就是所有的一切你都可以自己去安排。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不懂得顺应自己的节奏，不懂得一个事情要做成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以及如果是涉及到别人的部分，其实我们是无法控制的，别人的看法，别人在做什么都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或者是我们可以改变的。但以前我可能就不明白这件事情，我就会逼迫自己去推动某件事情快一点，或者以更好的形式发生，以及我会希望每个人都能够理解我，支持我。
如果别人不理解的话，是不是我再多努力一点去跟他解释，我再表现得更好一点，他就能够理解了。就以前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就导致我这样的压力也好，或者是说我过度的紧绷的这种能量也好，就让我在那个阶段一下子遇到了很多的失控的事情。就很多事情以及别人的一些看法呀，就把我完全的压垮了，我就进入了一个人生的低谷。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好多次嘛，就那段时间整个人觉得好像一切都没有希望了，我很辛苦的去努力做出来的一些事情，就像你修一栋大楼，你可能要修好几年，但是你让它倒塌只需要一瞬间。那由于我过去是那样的过度的努力，做了很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要再重建这一切，这些时间，这些经历让我感觉到深深的无力。我不知道我再付出同样的努力，它能够重建回来吗？以及它重建回来了之后，它会不会又有一天瞬间倒塌呢？我已经不年轻了，对，好像觉得当时会有这种年龄的焦虑和无力感吧，就觉得过了25岁之后就不算是很年轻的那种人了，你再要花好几年去重建你的一切，好像就让人挺感觉没有希望的。所以就在那种半死不活的状态里面有大半年的时间。那真正让我在实际的行动上开始觉醒的，我觉得就是《沉浮实验》这本书。因为说实话，看其他的书，我更多的是感觉到是在学习一种精神，一种思维的方式，但是我会不太知道具体在现实当中我如何的去觉醒。比如说我今天起来，我要去吃饭，我要去哪里，以及我和别人如何对话，我到底要怎么做，我其实会是一种比较疑惑的状态。因为我会觉得我不想要再按照以前那种方式去看待人生，去为人处事，去行动，但是我又不知道我到底应该怎么的活在当下啊，或者是去和那个所谓的高我去对话，就是这些都还不是很清晰的时候，我觉得沉浮它是直接给我指出了一个相对具体可以去做的方向。那如果你没看过这本书，你可以去翻我之前的播客，我有去分享这本书的内容。那如果你看过了，你就会知道，其实作者他应该也是意外的情况下有一点觉醒，有一点被那种神秘的力量引导着，说我要去彻底的弄懂我内心，我的头脑里一直在布拉布拉的讲话的那个声音到底是什么，我想要在此刻完全的觉醒过来。他是带着这样一种愿望或者是想法吧，然后在他的生活当中一步一步的去向生活臣服。从最开始他也会有一些不想做的事情，比如说他学校的老师想让他去上课，想让他去给某个企业家教他一些什么内容，一起合作去完成一些什么，他都觉得这不是我喜欢做的事情，我只想要在那里静坐瑜伽。包括他去给自己修了一个房子嘛，在里面去继续的冥想瑜伽，就旁边有很多人看到他这个房子很好，就觉得你也帮我做这个房子吧，但是他并不想要做这个房子，但是他还是都臣服了。然后这个臣服生命的安排之后呢，生命就把他不断的带到了一些他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更加丰盛，更加让他感受到我的生命的伟大之处的一些地方或者一些经历。所以看了作者的这个经历，我觉得我是有被瞬间点燃一些什么东西的。因为那个时候完全心如死灰嘛，然后觉得那我想要觉醒，我想要从痛苦当中解脱啊，我需要去放下，我需要去向内探索，但是内在还是有很强烈的那种无动力状态，就觉得反正人生这一切做了也没什么意义，就是你得到一个人，你得到一些东西也最终会失去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会反复经历很多的折磨和痛苦，那不如我就不要了。但是看沉浮实验，其实你如果只是单纯的看一下的话，很多人会把它理解为好
好像又是一部成功学的一个鸡汤哈，因为那个作者他臣服之后呢，就最后成为了一个上市的公司的 CEO， 就是获得了这种世俗的成功嘛，就觉得好像你讲这么大堆，最后还是说我要通向一个世俗的成功。但是其实我们认真读了这本书的话，会有一些其他的理解，不会觉得它是一个成功学的鸡汤。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哈，就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它这个所谓的包含了，不知道是故意还是无意还是怎么的，包含的这样一个所谓最终作者获得了成功的这样一个剧情哈，我觉得给当时的我其实是又重新点燃了一些希望。因为我相信很多就听我播客的人应该也是在进行一些内在的修行啊，内在的觉醒的阶段。我们当然也想要去追求那些纯粹的真善美，纯粹的人生意义，但是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地球游戏哈，这个人生的游戏当中，那么关于金钱，关于事业，关于所谓的成功的这个部分，它其实也是人生很重要的一个体验。所以我也不得不承认，我有被这个部分打动到，有被这个部分激励到，就是从那种完全觉得失去了希望，觉得我对于这个人生的要去成功的这个事情，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追求的。但是没有什么好追求的，那我这个人生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就是这样一种非常的迷茫的，就有灵性觉醒的初期的一个非常迷茫的状态，我觉得沉浮实验是把我给带出来了。可能我也会有一点以前的那种觉得我想要获得一个成功的人生，那么沉浮可以帮我获得一个成功的人生，我就又好像来了兴趣，来了希望。当然就是这股希望它把我带出来之后，我又深刻的意识到，其实我不需要追求这些，我只需要顺其自然。如果生命，如果宇宙它给我安排了类似沉浮实验作者这样的剧情，我非常开心的去接受。我也知道我会面临很多的挑战，但他如果没有给我安排的话，我知道会有更适合我的东西，就是后面我会更加的意识到，更深的去参透这个意义。但是我觉得在那个阶段，就是真的是痛苦和觉醒的一个叠加的黑夜前的黎明阶段的时候，我觉得《沉浮实验》这本书的它这样一部分的描写是对我有很直接的帮助的。所以总结一下吧，就是说他的这种所谓成功学的一个结果，给我重新点燃了2次的生命动力，然后我觉得他同时又把我引向了更深的一个觉醒。所以读完了沉浮实验之后，我也开始了自己的沉浮实验。那一开始我觉得跟我学习游泳有点像，就是沉浮实验让我发现了其实这个世界是有浮力的，我可以去放松，我可以去允许一切发生，我可以去让这个生命之流去托举我，去把我带到我需要去的地方。但是就像游泳，我也知道水是有浮力的，我能够漂浮起来。我现在其实没有完全学会游泳，所以我只是分享一点我的感受。我能够去在那个泳池边，就手扶着泳池边，然后让自己漂浮起来。但是当我要去加上一些动作，一些呼吸去往前游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就会往下沉，我就没办法去感受那股浮力，以及我没办法松开手，我必须一直把着那个泳池边才能让自己漂浮，没办法真的就是彻底的放松放手，让自己漂浮在那个泳池里面。因为我会有点觉得我不会游泳，所以我不能离开这个泳池边去漂浮，就内心还是会有恐惧的。我对于这个泳池的恐惧，那也跟我对于生活的恐惧是一样的。所以一开始我去沉浮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世界的浮力到底在哪里，我没办法彻底的放手，我还是想要去掌控住一些东西，以及我会觉得会有那个思维的部分嘛，就是头脑小我的那个部分，它会非常频繁的跳出来。就大家去做一些觉醒，去做一些内在修行的时候，包括显化的时候，其实都会经历这个小我疯狂的反扑的一个阶段。就是其实你没有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内心反而没有这么多的挣扎。但是包括我的很多学员，他也会给我反馈，就是为什么我去学习显化，我去做更多的觉察之后，我内心会发现有
更剧烈的那种拉扯和那种痛苦，让人痛苦的想法。其实这个就是小我的一个反扑。那我在刚开始臣服实验的时候也经历了，就是小我在那里疯狂的叫嚣，说你真的要这样做吗？你知道怎么做吗？你知道怎么臣服吗？那个作者他写那个书可能只是一个骗人的一个故事，你就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一个你根本不认识的一个外国人写的一本书吗？你不会觉得这样很荒唐吗？你不会觉得你的人生像一个儿戏吗？就是在初期的时候其实非常多的质疑，而且也有很多的迷茫，就不知道到底怎么去臣服。就像我至今也还没有学会游泳，我觉得这个部分是相通的，就是我好像很难去松开信任某一个环境，因为那个泳池嘛，我作为人来说，水里面其实是我很不熟悉，很无法信任，而且它里面包含了很多的危险的一个部分。然后我的人生，我的未来其实也是有很多的这种未知嘛，其实是相通的，我都会有很多的恐惧和想要去尽可能的在其中寻找一些确定感，想要搞清楚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不是放手去让自己被托举，因为我无法信任那股托举我的力量。而更底层的可能就是我无法信任我自己，我无法确定自己的价值、自己的能力、自己的这个人生它是有东西托底的，它是安全的。然后呢，我就遇到了自己第一次吧，比较明显的感受到的宇宙提示或者高我的一个链接。因为在那段很迷茫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尝试去放松，因为看过很多这些书嘛，我就自己找到了一个方法，就是当我很迷茫的时候，当我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会去深呼吸就是有点类似冥想的感觉，去跟宇宙许下一个愿，或者是表达一下我现在想要的，就是我会告诉宇宙，我不知道我现在应该怎么办，请你接下来给我一些提示。那一次算是我第一次比较正式的去做这个尝试哈。然后做了之后呢，那段时间就刚好也是一个特殊时期，突然又不让我们出去，就只能在家里面。然后在家里面呢，确实也没有什么事情干。然后那段时间我又反复的看沉浮实验，我就发现做的事情，我唯一可以去模仿和尝试的，其实就是他一直在做的瑜伽和冥想。于是那段时间我就说来吧，那我就开始瑜伽和冥想。其实我不太会瑜伽，但是很神奇的就是当我决定我要瑜伽和冥想的那一天，打开我的朋友圈嘛，就刷着玩，一个我不是很熟的朋友，他转发了一个那种瑜伽的算是直播的分享吧，就是他很喜欢的一个老师第一次这样在线上去直播，因为那个老师可能是一个线下的老师但是因为大家都不能出门，他也开始了这种线上的一些分享哈。然后我就觉得我想要做瑜伽，就看到了有人分享这个瑜伽的跟练的直播，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的感觉是一种指引，所以我就开始了第一次线上的跟练瑜伽。然后整个跟下来也感觉特别的好，因为以前做瑜伽我都是不知道，就觉得好像是在拉伸，因为以前我比较擅长的是健身嘛，健身它就是比较多的主动的去控制和很具体的一些，比如说你做这个动作就可以达到怎么样的目的，这样一种感觉。但是瑜伽给我的感觉好像就是没有特别大的一个目的，过程当中你的头脑没办法有一个支点去思考，比如说我要去感受哪个我要去做这个动作它的目的是什么。因为瑜伽它跟冥想是相通的，它更加强调的是一种感受，但是我其实根本不会感受。那么以前我其实也做过很多次瑜伽的尝试，去上体验课呀，去跟朋友一起练呀，或者是在网上跟一些视频，但是都没有找到那种感觉。那一次我跟下来之后，我好像就突然有一点点连接上了，就跟瑜伽的这个能量连接上了，就觉得有点对，有点感受到了。因为瑜伽它其实过程当中有很多冥想的部分，冥想其实这个词语我一直觉得翻译的不是很好，就是翻译过来中文叫冥想，那很多人看到冥想就以为这个事情是在想什么，所以在冥想的过程中大家会很努力的想要去思考一点什么东西，但是其实冥想我觉得不应该把它翻译成想的感觉，
其实冥想就是我刚才说的，更多的是感受，因为思考啊、想啊这些其实都是跟大脑比较，就是说大脑的一些功能嘛。那大脑就是小我，过度的使用想和思考这样的动作，那你就会更多的调动出小我以及你过去的那些惯性的思维和模式，那你必须得停掉这种想。所以冥想其实根本就不是想，也不是说你不能想，但是它不是思考和想什么，它更多的是感受，把你从思考的状态转移到感受的状态。那感受它就是谁的一个功能啊？其实就是我们的身体。因为我们大多数人现代人的迷茫啊、焦虑啊、抑郁啊等等很痛苦的这种感觉，都是来源于你过度的依赖头脑，或者是说头脑被放得太大了，就是头脑的功能被使用的太多了，所以说整个人就会你的能量全部聚焦在这个头脑的部分，然后你去过度的想要去思考，想要去控制，想要搞清楚一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就会很累嘛，就会整个人被耗尽，或者是被这个能量给反噬。那我们想要改变这种现状，想要从痛苦当中解脱，想要去觉醒，就是松掉头脑的这个思考，让头脑安静下来。然后呢，大家去做过冥想、做过瑜伽的都会有一个部分，就是你要去把注意力集中在你的身体上，尤其是比较多的会集中在呼吸上面。就是很多冥想的引导就是你要开始深呼吸啊，你吸气的时候要怎么样，呼气的时候要怎么样。其实这些都只是，就是说不是说必须要这样，而是说我们通过去引导你呼吸，引导你关注身体，然后把你从思考的状态慢慢的转移到感受的状态。那感受就会启动身体的一个能量，就是能量就会平衡，就会不只是在头脑的部分，就会在你全身，你的手、你的脚、你的腹部、你的背、你的肩颈等等这些地方都开始被觉察到，你就能够更好的回到一种纯粹的存在的状态，你就可以去连接到你想要去连接的神性也好，高我也好，或者是那种灵感、直觉等等，就是这些东西，然后你就会知道如何的去臣服了。所以那一次练完瑜伽之后，我在那一小段大概1个月到2个月的时间里面吧，就都不太能出门，我就在家里可以说有一点点疯狂的练习瑜伽和冥想。包括冥想，我以前跟瑜伽是一样的，就是没有摸到门道。我有尝试去冥想，因为看过好多的人，各种什么乔布斯啊、名人企业家呀、成功人士啊，他们都是在冥想，而且也说了冥想很多的好处啊，怎么可以平静呀，怎么可以去有那种找到你的灵感呀，怎么让你整个人从痛苦当中解脱呀，就是好多的我都想要的好处。然后我就有不断的间歇性的去尝试冥想，但是每一次都挺失败的，因为确实就是从那种思考的状态进入感受的状态很难，而且你的头脑会疯狂的跳出来。就大家会不会在冥想或者瑜伽的过程中你会去想，这个做了有什么用，这个到底对不对，就是这个有没有用以及这个对不对，其实就是小我的一个反扑，它在抗拒你去链接到身体，它在阻止你去改变自己这种以前的这种存在状态吧。我们以前的以及我们大多数人的一个存在状态，其实就是以思考的状态在存在嘛，就是以想要去把控一切的状态在存在。那你这样的话，小我就能够比较好的去影响你、控制你，让你以小我想要的方式去不断的制造更多的痛苦出来。但是如果你开始冥想了，那他就会感觉到自己要消失了，因为你进入冥想状态的话，你的头脑就会被迫安静。所以说我也想要提醒，如果你现在在尝试冥想啊、瑜伽呀，遇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其实你要知道是小我在反抗，而不是说你做这个事情是真的没有用的，或者是说你做的不对，你只需要坚持的做下去，你就会有一天，就每个人的节奏或者是说每个人的那个状态是不一样的，就不好说你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突然的学会冥想。其实不存在什么学会冥想，只是说你找到冥想的自己冥想的那个状态，以及你找到你想要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每个人从冥想当中都可以收获到
不一样的体验和感受，那是属于你生命真正需要的东西。我觉得我冥想比瑜伽可能要更花多一点时间进入状态。一开始我就是用很多网上的那种比较多人用的冥想的引导的音频啊，就是你去呼吸，你去感受你的身体，让你在那10几分钟里面能够去尝试链接你的冥想状态。后面慢慢的好像做多了之后，其实感觉人生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一个熟能生巧的过程，就是你做多了你就会找到冥想的那种状态，那种节奏。后面我就开始用一些音乐，就是纯音乐，没有人声音的引导的那种冥想，就自己在那里打坐嘛，静坐，然后去感受，也是从呼吸到身体到纯粹的一种去觉知和存在的感觉。再到后面我就去也算是挑战吧，就觉得冥想应该是这样一种节奏。再到后面就是完全的没有音乐，纯然的静坐，大概比较长的时间可能就是接近2个小时吧，1个多小时2个小时的样子在那里静坐。在这种状态里面，我好像就有一种第一次感觉到了很多的大师冥想的那些人描述的纯粹的喜悦的状态，就真的很想在那个状态里面待得更久一点，就不想要出来，不想要结束冥想。但是当你不想要结束的时候，你的小我就一下子又逮到机会了，它就又出来了，然后你那个状态就一下子消失了。所以说就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嘛，就冥想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所以我前2天也在我的社群里面去讲到了关于冥想的一些东西。我当时在推荐所有的人都一定要去尝试坚持练习冥想，因为我在那2个月，就是那2个月是我人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坚持冥想，就让我有了很多的新的体验和这种觉醒上的突破。就刚才讲的嘛，我感受到了那种纯粹的喜悦，我也知道冥想到底是什么，我的内心好像就增加了一个部分，就是一个很平静的空间。因为最近又在做自媒体嘛，做视频包括课程啊什么，就是事情还很多。说实话，就现在经常没有时间去冥想，只是有时候睡觉之前可能会稍微的入睡前就去放松一下身体，去感受一下哈。但是真的没有之前那种可以去静坐1-2个小时或者每天都坚持冥想的状态了。但是即使我疏于的练习，我觉得那2个月的冥想它赋予了我的那个平静的空间，我现在都能够随时的把它调动出来。如果你听过我之前播客，我其实从小就是一个高敏感的人嘛，我的情绪化就是情绪波动还挺严重的，我经常性的会不开心呀、压力大呀、焦虑呀、抑郁呀会进入到那种情绪化的状态里面，就是被小我控制嘛，整个人状态就一下子很不好了，就很痛苦。我觉得我的人生之前有很多的那种痛苦的状态，但现在我仍旧会可能因为一些事情啊、工作啊、周围的人啊，情绪有些波动，或者是莫名的压力很大，有点紧张，但是我都能够很快的把那个平静的空间在自己内心去给它调动出来，给它摊开，让自己进入那个平静的状态里面，就是很快的能够觉察到我有情绪了，我有某个念头它在折磨我我是因为执着于某个东西，我现在才这么的纠结压力大。那么我把它放掉之后，放开我去放掉那个头脑的紧张，我去回到这种身体的觉知，我就能够一瞬间抽离出来。就是那个问题可能还在，但是我已经从问题当中跳出来了，我已经变成了那个看着问题的人，我就不是问题本身了，我也就不再被它控制或者被它折磨。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很棒，就是减少了我人生中90%的痛苦。那么这样的改变其实都是那2个月很认真的、很纯粹的去坚持冥想带给我的。我就觉得这好像成了我的一个，怎么说呢，像是那种武器或者是一个工具这样的东西，我随时可以把它拿出来，它可以帮我去屏蔽一些我不是很想要的负面的能量，或者是说那种情绪的起伏，带我回到我自己的能量中心。然后就像我说的，其实这个武器或者是工具就好像是我永远的拥有了，不会因为我
这段时间没有时间练习冥想，我就失去了这个能力，它好像永远的成为了我身上的一个特质，我就觉得很棒，就是很推荐大家可以去坚持练习冥想。所以再说回来，今年算是我正式的开始沉浮实验的第4年了。那经过了最开始的想要尝试去沉浮，然后练习冥想，练习瑜伽，去模仿作者，去向生活的一切沉浮，不管这件事情我喜欢还是不喜欢，我去做了，我去选择了，我都接受，我不去挣扎，不去抗拒，不管这个事情的结果是不是符合我的期待和想象，我都完全的允许它发生。因为包括随着沉浮的深入，我也更多的接触到了一些身心灵的东西，像显化的这种练习，我都越来越让我有一个更全新的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就是我的背后有一个更大的力量，它真的是在托举我。你可以把它称为宇宙，称为高我，或者是其他的一个更大的意识都可以，没关系。我觉得这个不是说什么迷信啊、玄学啊，而是确实我们经常说的这个我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力量，是很容易让我们陷入到一种执着当中，就自己折磨自己，很多时候都是自己折磨自己。但当你能够去意识到，其实你不是那个掌控者，你背后有一个一直在随时随地支持你的力量，他是希望你好的，他是知道什么对你是最好的，然后你去信任他。你可以不信任这个我，这个自己，你可以去信任他，然后通过信任他，你会慢慢的知道生命当中的一切其实都是来成就你的，而不是来阻止你，或者是来和你竞争，来和你对抗的。你就会越来越知道生命的意义不是去完成什么数字的累积，或者是和别人比较。你没有什么敌人，你也没有什么竞争者，你其实是在一个充满安全感、被完全托举的环境当中，而不是说像我很害怕那个水一样的，当你信任它，它就会托举你；当你恐惧它，它可能就会吞噬你。生命就是这样，人生就是这样。所以在我更加的向生命臣服的过程中，我也真的一点一点的完全走出过去的阴霾和痛苦，彻底的开始了自己新的生活。就像我在视频还有以前的播客里面跟大家分享的，后来我就去不断的遇到了更多让我觉得很神奇的人和事情，就是我不再很积极的去给自己安排，去给自己计划。因为作为一个 J 人来说的话，我以前是超级无敌喜欢给自己做很多的计划，安排我今年要做些什么什么，然后做了这些事情之后呢，我会得到什么什么，我会很喜欢去计算这一切。但是臣服之后，我越来越多的就是选择放手去看接下来我的人生他会给我安排什么，以及我会接受到什么样的灵感。我不再通过思考去决定我要做什么选择，做什么事情，而是通过在冥想当中，在日常生活当中去感受我需要做什么。就是这样一种转变，真的让我的人生从那种费力的模式，就是什么事情我都要去控制，然后这个结果往往不是我想的那个样子，然后我就痛苦，变成了这个事情我不在意它怎么发生，我相信它会以最好的一种方式去引领我，我只需要去信任它，跟随它，然后我就会遇到一些我其实自己的这个头脑其实很难去想象的一些奇妙的经历，一些新的人生体验，以及我会越来越感受到其实自己是充分被支持的，是非常有价值的，是即使什么都不做，我也能够完全的安心的存在在这个世界当中。然后最后我也确实是像沉浮实验的作者那样获得了一些所谓的世俗上的成功，就是我可能一开始是有点期待这些东西，但是在过程当中我又其实
真的松掉了这些渴望。一开始我可能也想，说不定我也能够像沉浮实验的作者这样变成一个成功的人士。但是当你越渴望，越想要去知道这个成功什么时候到来的时候，好像事情就会变得比较的僵硬，和动作你会变形。所以后面我又会开始去放掉，就觉得要怎么发生，或者不管成不成功其实都无所谓。我在我现在当下的这个生活当中，我就觉得已经很满足很幸福，我很能够每天睁开眼睛都很期待接下来这一天会发生什么的状态。之后呢，好像生命就开始安排给我一些那些成功，那些很令人惊喜的人生体验，就觉得我可能像生活沉浮了之后，生活会给我这些想要的东西。但是随着我真的得到了这些东西之后，我越来越意识到，其实那些所谓的好或者不好，喜欢或者不喜欢，真的就是不重要的，是他们束缚了你，是他们把你的人生限制在一个很小的部分。当你真的得到了这些东西之后，你就会觉得其实这真的不是人生的意义。真的你可以得到这些东西，也可以完全没有这些东西，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会越来越知道，你不是被这些外在的东西托举，你不是因为有钱你才感觉到我可以安心，我可以放松，你不是因为有很多人爱你喜欢你，你才觉得我好有价值，我好喜欢我自己，我好厉害。你也不是因为有一个大房子，有那种豪车，你才能够感受到一种享受一种自由的感觉，而是这些感觉都在你的内在，他们都在你的内心当中。就像我们显化一直说的是，你想要某个东西，那你就先在内心当中创造这种已经拥有的感觉，用完已经实现的感觉，那么你就能够很快显化。这个我也跟很多的学员去讲过，可能很多人觉得显化就是去把你想要的东西更快的得到的一种玄学，一种好像捷径一种邪修，但其实完全不是。它其实是在帮我们重新去理解这个人生，理解我们想要某个东西，我们这么辛苦的这么努力的去追求某个东西背后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去思考过，那么没有思考就会导致盲目，盲目就会导致痛苦，就会导致你走错了方向，你用错了方法，以及就在这样错误的方法和道路上面去过度的用力，让自己很辛苦很累。不管你想要房子，你想要有人爱你，还是想要钱，其实都是因为你想要这些东西背后带给你的感觉，比如说安心、有价值感、自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么你其实就可以在这个当下直接去体验这种感觉就好。你现在就是自由的，你现在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你本来就值得被爱，你本来就很有价值。这些东西就是这个世界的福利，而你没有意识到我本来就有，没有意识到这个福利的话，你就会拼命的挣扎，你就会不敢下水，你就会无法信任你的生命，然后你就会像我现在游泳的状态一样，我没办法去真正的下水游泳，我也没办法很放松的在水里面漂浮，让水流带我去到一些我没办法自己去到的地方，我就一直只能在岸上很着急、很纠结、很迷茫。所以不管你现在在哪里，在做什么，你在什么阶段、什么状态，我都想要告诉你，这个世界是真的有福利的，这个福利是来自于你自己，所以你一定要非常非常的相信它。你可以尝试去放手，去感受，你一放松，你被自然而然的托举起来的这种感觉，你就会知道你不再需要努力，你不再需要去做很多的对抗和控制的部分，你只需要安安心心的好好的享受你的人生。祝福大家。